今年全球出现了100年一见的极端气候，全台高温38度，全台像是烤番薯一样，5天就有136人热伤害。专家预估，在40年内，台湾可能就没有冬天。极端气候已经在影响台湾，身在台湾的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要来面对的这本书《人类世的资本论》，就要来谈谈气候危机如何凸显资本主义运作失灵，又要如何在2050年前透过气成长达成净零碳排。这一本书在日本畅销50万册，作者是国际上著名的哲学新秀斋藤信平。之前我们已经做过一集节目谈什么是气成长，今天这集要特别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个能够真正处理气候危机的解方——气成长共产主义。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William Nordhaus 设想出一个经济模型，可以设定碳税来最有效率地减少二氧化碳。但是这模型里税额不能设太高，否则会阻碍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可以带来更多投资技术，等到未来出现新技术，就可以解决气候问题。很多经济学家都抱持这种乐观的观点，但是认为经济成长可以处理环境灾害，其实就忽视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社会学家 Stephen Lesnick 就指出，欧美国家能够靠资本主义变富裕，恰好是因为他们把牺牲转嫁到外部，把生产过程的环境损害外移到别国，隐藏资本主义对环境的剥削。例如，当欧美国家在享受快时尚新衣服，印度农民却为了提高产量，被迫使用基因改良棉花，造成当地土壤恶化，必须花更多钱买农药、化学肥料，许多农民甚至负债还不出钱而自杀。2013年，快时尚的衣料产地孟加拉的热那大厦出现裂缝，工人反映后，工厂却要求他们继续上班，结果热那大厦倒塌，死伤超过3000人。这些都是富国追求快时尚的代价，但是却被资本主义隐藏起来，被外部化到其他国家。同样的，富裕国家仰赖的矿物、化石燃料都是从外部掠夺来的，但是当环境灾害发生时，受害的都是被掠夺资源的国家。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搭建钻油平台，结果发生漏油事故，油污至今都还影响当地的海洋生态系统。2019年，世界最大的矿业公司淡水河谷公司因为过度开发，导致当地水坝崩塌，上百人死亡。2020年，日本三井公司在印度洋的摩里西斯海岸发生漏油事件，当地陷入环境紧急状态。这些环境事故都不是意外，而是人祸，因为早在事件发生前，当地人就通报反映过好几次，但是这些企业却坚持开采，为什么？为了让富裕国家可以继续维持消费型社会，每年换一次 iPhone， 穿名牌衣，买高档车，吃米其林餐厅，到处旅游，这些资本主义灌输给我们的美好人生，背后都隐藏了穷国的苦难。所以政治科学家 Euclid Plant 把这称作帝国生活模式。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就像是帝国扩张一样，不停掠夺外部国家资源。因为这些国家大多聚集在南半球，所以也被称作全球南方国家。地球上有 85% 人口生活在南方国家，反而生活在北方国家的只有地球 15% 人口。但这 15% 的人却不断造成环境伤害，嫁祸给地球上另外 85% 的人。在1970年代，欧美经济学家甚至扬言，富国对环境造成的伤害更小，因为他们经济进步，有更好的技术，像是荷兰的水品质跟空气品质都更好。反而是中国、印度这些开发中国家污染更严重。但事实上，先进国家的自然环境改善，是因为资源开采、工业生产、垃圾处理都被转嫁到其他国家，让他们看不见他们对环境的破坏。这被环境科学家称作荷兰谬误。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被隐形了，导致欧美人士对资本主义盲目支持。其实早在1988年，NASA 的科学家 Jens Hansen 就已经发现气候变迁是人为造成的。但是他提出的警告却没人在乎，为什么？因为当时正值苏联垮台，人们相信美式资本主义是最成功的体制，导致冷战结束后，全球二氧化碳碳排暴增。到了21世纪，资本主义不仅把环境伤害给隐藏起来，甚至把自己漂绿，发行环保购物袋，禁止塑胶吸管。Starbucks is taking a step toward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t may seem small, but it could have big results, and there are ways that you can get involved. 这些环保赎罪券
都是资本企业自以为是的善意，对减碳根本没帮助。因为一般人根本不是碳排的主要制造者。That straws really are not a big problem, given the overall amount of plastic that we throw away. 0.03% of the total plastic waste out there. 研究指出，全球一半的 CO2 是由最富裕的10%人口排放的。这些人每天搭私人飞机、开跑车，到处旅游。相比之下，全球底层50%的穷人排放的 CO2 加起来只有总量的10%。根据2022年全球财富报告，台湾总共有87万名身价3000万台币的富豪。这些富豪每天享受帝国生活模式，造成大量碳排，却不断告诉大众：你要减少你的碳足迹啊！ You need to know the amount of greenhouse gases like carbon dioxide you're responsible for creating. 不要用塑胶吸管，要少开冷气啊！但却从不去看这些富豪跟大企业所制造的碳足迹。所以弃成长的意思不是要所有国家都停止经济成长，必须停下来的是那些造成暖化的罪魁祸首——富裕国家跟富裕阶层。因为只要资本主义继续追求经济成长，就会继续剥削南方国家的劳工跟环境。只要有钱人继续过着帝国生活模式，就会继续产生大量碳排。以前环境灾难都是发生在北方国家的外部，牺牲南方国家来过上美好生活，所以富国可以继续装死，无视气候问题。但是当今地球上所有国家都被开发殆尽，资本主义已经找不到新的外部来转嫁问题。现在就连欧美国家也逃不过气候灾害，因为大自然本身就不分国界。富国把垃圾丢到别国的海洋，结果这些垃圾变成塑胶微粒，被鱼类、贝类吃掉。这些海鲜又被卖回去富国，结果研究发现，每个人每周都摄取了大量的塑胶微粒，分量大概有一张信用卡那么多。你都不晓得，每周你都吃了一张信用卡。所以欧美国家无法再逃避问题了，各国开始提出对策，其中呼声最高的一项叫绿色新政，试图效仿19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罗斯福总统推出的新政，由政府大力投资，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让全国转型成再生能源，普及电动车。We could use it as an opportunity to reprogram our whole economy. So it works in the interests of both people and of our planet. We're talking about nothing less than a green industrial revolution. 这样又可以推动经济成长，又可以保护地球，岂不是皆大欢喜？美国的 Bernie Sanders、英国的 Jeremy Corbyn， 还有联合国 OECD 在推动的永续发展目标，背后的理念都是绿色新政。What we do is in our Green New Deal legislation, a 5-year just transition program, which will guarantee them a paycheck for 5 years, good paycheck, healthcare,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We are not turning our back on the workers. 但是作者就指出，绿色新政其实只是欧美国家把自己漂绿的幻觉。绿色新政的原理是切断经济成长跟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这叫做绝对脱钩。例如电动车不会排放二氧化碳，但是卖出一台车就会提高 GDP， 或是用网络视讯取代实体会议，不用搭飞机也依然可以维持经济活动。这可以让社会拼经济，同时又制造零碳排，那听起来不是很棒吗？问题是，打造电动车、绿能科技的生产过程一样需要排碳，一样要剥削南方国家。例如电动车需要锂离子电池，但是锂矿都在南美洲山区，开采锂矿必须在当地超抽地下水，结果造成当地虾类、鸟类减少，居民可用的淡水也变少。为了让富裕国家变环保，建造更多电动车，解方竟然是继续剥削穷国的生态环境。人们只看见产品很环保，却看不见实际生产过程很不环保。国际能源署估计，到了2040年，全球电动车数量会从200万变成2.8亿台，但只会减少1%的碳排量。所以作者就说，电动车只是资本主义把自己漂绿的噱头。推崇绿色新政的人还会说，我们可以投资研发绿能，当再生能源的价格低于石油时，市场就会更偏好再生能源，就可以用市场机制淘汰化石燃料。The good news is the fossil fuel civilization is collapsing in real time. And the reason is the price of solar and wind are now cheaper as of this year than fossil fuels, coal, oil, gas, and nuclear. 但事实上，如果家用太阳能板真的变便宜了，人们会因为省钱省电，反而用更多的太阳能板，结果反而会让整体用电量增加。
或是你会把省下的钱拿去消费其他东西，这也会让资源消耗不减反增。这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杰文斯悖论。而且根据市场竞争的逻辑，如果发展再生能源让价格变便宜，你以为石油产业就会自动停业吗？石化企业可能为了抢夺市场，更疯狂开采石油，让原油价格变低，结果反而让气候危机更加严重。所以只要继续追求经济成长，电动车普及、绿能转型，就都只是人民的鸦片，让人民继续活在快乐的幻觉里，看不到资本主义的矛盾。只有抛弃成长，绿能转型才可以达成净零碳排。揭露完资本主义的本质，打破绿色新政的迷思后，作者说，眼下我们有4个选择。第一是维持现状，不改变资本主义，继续追求经济成长，这个结果将会是气候法西斯主义。未来的生态灾难会让许多人变成气候难民，国家继续站在富裕阶层这边，不管人民死活。像是在新冠疫情后，各国为了继续追求经济成长而封城，限制个人自由，或是当疫情扩散到亚马逊雨林，原住民撤离居住地时，巴西前总统 Bolsonaro 就趁火打劫，让企业砍伐森林，说是为了要让经济复苏，这就是典型的气候法西斯主义。第二种可能的情况是气候毛泽东主义，就是为了进行更有效率的环境对策，直接跳过民主程序，让国家变得更中央集权。例如在疫情期间，中国利用防止疫情扩散为由，限制人们集会游行，结果防疫变成了镇压香港民主运动的工具，国家利用气候问题来施展更多权力。第三种可能情况是野蛮状态，当气候危机导致各国粮食短缺时，仰赖粮食进口的国家就会面临粮荒，将会出现大批民众抢夺食物，抢不到食物的穷人会集体反抗，最终可能导致国家瓦解，社会陷入野蛮状态。像是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只有31%，70%粮食仰赖进口。过去这10年来，我们的粮食自主率其实都是一直在下降中。那全球缺粮的这个情况如果非常严重的话，那我们台湾面临的问题就不只是那个粮价太高，而是买不到粮食。如果气候灾难发生，台湾就有可能陷入野蛮状态。要避免以上3种情况，就不能仰赖国家机器，要由公民自发的互助来面对气候危机，这就是弃成长共产主义。有些人听到抛弃成长，就以为是要回去过山顶洞人的生活。You call this a steak? 但事实上，根据经济学家计算，只需维持1970年代的生活水平，就可以让生态永续发展。而且无止境的经济成长根本没有让人们生活变好。资本主义从工业革命开始就宣称可以消灭贫穷，但是现在先进国家的穷人有变少吗？多数民众依旧只能领低薪，所以资本主义一直承诺大家经济成长会带来富裕，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千禧世代的年轻人反而更穷。有些人可能会说，我现在都已经低薪了，再停止经济成长，我薪水不就变更少？没错，如果依旧在资本主义的框架里，企业会为了维持收益，把经济衰退的损失转嫁给劳工，这就不叫弃成长，这叫做资本主义的经济停滞，像是日本失落了30年一样。所以真正的关键是要超越资本主义，追求让整体社会富足的弃成长。等等，弃成长怎么可能同时让社会富足呢？这个问题其实就是马克思晚年的研究主题，作者刚好是整理马克思晚年私人笔记的文献专家，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揭露马克思从未公开出版的生态学笔记。马克思最著名的理论叫做历史唯物论，认为推动人类历史的火车头是经济生产活动。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对于推动全球现代化有帮助，但是资本主义又自相矛盾，一方面不断革新技术，增加生产力，一方面又剥削劳工，给劳工低薪，让他们买不起商品，这最终会导致生产过剩，带来经济危机。危机下，劳工会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人民的法锤。最后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劳工就可以享受经济成长的果实。所以为了建立社会主义，要先让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先让国家富有后，再来搞公平分配。这套历史唯物论其实偷渡了生产力至上跟进步史观，暗示了资本主义虽然剥削劳工、破坏环境，但这都只是短暂的副作用。最终只要来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人类就可以享受资本主义带来的科技富裕，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点。
问题来了，为什么人类历史要以欧洲为榜样呢？马克思的这套理论其实非常欧洲中心主义。当英国殖民印度，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时，马克思竟然说，这些事情虽然很糟，但如果亚洲没有先转向资本主义，就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为了人类历史的进步，亚洲人还是要牺牲一下，先被欧洲殖民，仿佛欧洲资本主义是最发达的文明，世界其他国家都要跟上，一样搞资本主义现代化，最终全球才会一起走向共产革命。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的中共、苏联都在追求经济成长，因为他们希望赶上欧洲的资本主义。所以后殖民理论家萨伊德就批判马克思是彻底的东方主义者，认为只有欧洲的历史才是进步的，亚洲国家则没有历史可言。嗨呀！但是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巨大转变，他开始接触生态科学家的著作。首先是农学家李比锡提出的掠夺性农业。在资本社会里，农作物吸收土壤养分后就被农民卖到都市里，土壤的无机物流失了，却没有循环回到农地里。但是自然界需要时间自我复原，资本主义为了增加生产力，打破自然界规律，在土壤还没恢复地力前就不断开发，对自然界的循环造成无可修复的断裂。这让李比锡预言资本主义的掠夺性农业会是欧洲文明崩溃的征兆。结果20世纪的欧洲文明没有毁灭啊，为什么呢？因为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有3种转嫁问题的方式。第一种是技术转嫁，研发新技术来克服资本主义的危机。当欧洲土地贫乏时，20世纪初，德国科学家就发明了哈伯法制氨，用人工合成的氨来生产廉价化学肥料，用科技来延迟生态灾难的发生。但这其实只是让灾难扩张，因为氨会造成地下水污染，植物也会更容易感染病虫害。结果需要撒更多农药，农药的化学物质又进到土壤里，造成更多危害。第二种处理危机的方式是空间转嫁，把问题转移到别国。19世纪，欧洲人发现南美洲有一种鸟粪石，由秘鲁海鸟的大便堆积而成，可以用来做肥料，解决欧洲土壤问题。为了大量引进鸟粪石，欧洲就镇压南美原住民，压榨9万名中国工人去捡粪。为了抢夺鸟粪石，欧洲各国甚至发起鸟粪战争。所以我们以为工业革命是压榨欧洲劳工，但其实欧洲能够维持地利，有稳定的粮食供应，是透过压榨中国工人，夺取南美洲资源。这种空间转嫁至今依然在发生。欧美国家所推崇的酪梨健康饮食，主要从智利进口，但是大规模灌溉酪梨，造成智利当地缺水，土壤贫乏。当发生干旱时，稀少的水资源还用来灌溉酪梨，而不是给智利国民。为了卖酪梨给欧美人士吃得健康，智利人自己要先被渴死。Todos los días los paltos toman agua y nosotros tenemos que restringirnos. Nosotros tomando agua de los camiones aljibe, que no sabemos si está pura el agua porque no sabemos qué estamos tomando. 最后一种资本主义拖延危机的方法是时间转嫁。资本主义的任何开采、生产所造成的碳排放，都要在数十年后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破坏环境的负面效果有一个时差，这让企业可以利用当下的时间去开发资源，让未来世代的人去承受环境问题，等于是把环境负荷转嫁到未来。李比锡的掠夺性农业理论让马克思的思想大转向，原以为只要资本主义先发达了，再转为社会主义，公平分配财富就好。现在马克思发现不对，欧美资本主义的繁华都是靠掠夺非西方国家的资源，破坏他们的生态环境，这就让马克思告别了生产力至上的观点。而且西方国家做出这些野蛮的事情，还能称得上进步吗？如果各国都学欧美资本主义去掠夺别国资源，那地球很快就完蛋了。这就让马克思进一步批判进步史观，不再把欧洲资本主义当成人类历史的进步典范。那有什么替代方案呢？马克思从古文明的研究里找到答案。德国农学家 Karl Frass 研究古文明衰亡的原因，发现古苏美、古埃及、古希腊都是因为过度砍伐森林，导致农业无法延续。现在看起来极度干燥的古文明地区，以前其实曾经充满植被，生产力至上没有带来文明的繁荣，反而导致文明灭亡。但是在文明衰亡之前，有一小群人提早意识到了环境问题，
就离开了文明国家，自己出去创造小型共同体。像是古罗马的庄园制度，是少数贵族拥有大片土地，剥削奴隶来耕田。古罗马最后因为过度开发而衰亡了，但是从事永续农耕的古日耳曼民族却存活了下来，在乡村地区建立马尔克共同体。这个共同体规定，土地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允许土地买卖。为了防止有人想侵占最肥沃的土地，成员会定期抽签更换土地使用权。所以你今年可能住大安区，明年又抽签搬去文山区，人人都有平等机会住在不同地区，这样人们就不会任意开发滥用土地。平等的共用土地本身就会带来永续发展，不像资本主义，地主只要买下一块地就可以任意开发、囤地，等土地升值，既扩大不平等，又破坏环境。而且这个马尔克共同体还规定，在共同体里生产的产品不许跟外界做交易买卖，这就让人跟自然的物质代谢永远都是在同一块土地上循环。原本马克思以为古代的农村共同体是落后封闭的象征，但是现在终于领悟，其实农村共同体是刻意不开发土地，刻意不追求经济成长，因为要防止有人跟外部交易而变得富有，让社会变得不平等。所以马克思说，这些农村的平等共同体是无意识的社会主义。如果比谁更平等，他们其实比资本主义社会更进步。所以是欧洲人要去跟非西方社会的农村共同体学习何谓平等。这就让马克思找到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基础。资本主义终结后，取而代之的是类似古代社会的平等共同体，但不是回到过去过原始生活，而是在更高等的文明层次上效仿过去人类曾经拥有的平等精神。一方面截取资本主义发展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截取农村共同体的气成长思维。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中共完全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因为他们依旧在追求经济成长，依旧在制造贫富不均。真正的共产主义必须是气成长共产主义。现在我们已经看清楚，要处理气候危机，必须停止效仿欧美资本主义，开始转向气成长共产主义。但实际上要怎么做呢？我们必须重建被资本主义夺走的公共财。历史学家 Andreas Malm 就指出，工业革命以前，英国原本有传统水力发电的水车，水力发电既环保又不用钱，因为到处都是河流。相比之下，煤炭其实更贵更稀有。那为什么资本家当初会选择投资煤炭、蒸汽机呢？因为煤炭才能创造人造匮乏，让能源变稀有。如果动力来源是乡间水车，乡下到处都是河流，水是免费的，那劳工就比能源更稀有、更有价值，这样工资就会提高，对资本家不利。但如果动力来源转变成蒸汽机、煤炭，就可以把劳工聚集在都市里，劳工的数量更多，但煤炭的数量更稀少，能源就会变贵，劳工反而会变便宜，这样资本跟劳动力的关系就完全翻转了。所以工业革命其实是资本家刻意从水力转向化石燃料的结果，这样就能独占能源供给来赚更多钱。以前用水力发电时根本不用付钱，工业革命后人们却需要花钱才能取得能源，所以实际上人民是变穷了。但是这件事情却被掩盖了，因为你用国家发行的货币缴电费时 GDP 就会成长，所以只看 GDP 你会以为国家是变富有了。这就是为什么在工业革命后，欧洲国家的 GDP 高速增长，但人民生活并没有变更好。这被称作劳德代尔悖论，私人财富增加，公共财富反而会减少。同样的，当今美国的健保是私人企业营运，民众生病就必须负担高额医药费，所以你生病后其实会变得更穷，但这些医疗开销却会让国家 GDP 增加，营造出国家富裕的假象。美国坚持不实施全民健保，就是因为资本主义要追求经济成长，就不能让私有化的健保变成公共财。资本主义先否定夺走了公共财，所以现在马克思说，让我们再否定一次资本主义，重建人类曾经拥有的公共财。这种否定的否定就是共产主义。那要如何在21世纪重建公共财？首先要先确认哪些东西是人类生活必须的，像是水电、教育、住房、医疗，没有这些我们就无法活得像个人。只有这些基本需求先满足了，人才能有余裕去追寻自由发展，
搞创作、发展文化、交朋友、谈恋爱，人类的潜能才能得到充分实现，人才会感觉到真正的自由。而人的自由就是共产主义的目标。那要怎么管理公共财呢？当然不是由资本企业管理，也不该由国家政府管理，否则可能出现像技术官僚专制的情况，像是核电厂的运作只有少数人知道，但明明电力是所有人都需要使用的，应该要由全体国民集体管理。例如在2019年，哥本哈根就决定建造都市果园，让公民可以免费采用公共果树。这其实就是复兴500年前欧洲人曾经拥有的公共财，只是在16世纪圈地运动后才被资本家私有化。我们也可以把企业变成公共财，让劳工共同持有，也就是劳工合作社的概念。例如西班牙知名的孟德拉贡合作社就是一个成功案例。劳工要做什么，不是听从老板的指令，而是共同讨论、共同决定要生产什么，要生产多少，等于是把民主制度带进公司里。这种劳工合作社被经济学家皮凯提称作参与型社会主义。由下而上的打造这种劳工合作社，就是实现气成长共产主义的关键。最后，作者在提出5点转向气成长共产主义的建议。首先是生产必须转向使用价值。商品有2种属性，使用价值跟交易价值。例如房子可以拿来居住，这是使用价值，也可以拿来当投资品，提升它的交易价值。资本主义只在乎商品价值最大化，而不在乎使用价值。气成长共产主义就是将生产导向社会真正需要的东西，例如照护工作、看护、幼教老师、医生、护士，这些人的工作才是对社会真正有贡献的，而且又不会伤害环境。相反的，我们应该淘汰很多不必要的狗屁工作，像是行销、广告、包装，这些工作不仅浪费资源，还助长不必要的消费行为。因为企业知道自己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就花更多预算来宣传、下广告，让人们买一些自己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同时，我们也必须缩短工时。资本主义不断提升科技，导致劳工失业，被 AI 自动化取代。但是失业会造成政治动荡，所以各国政府都会希望维持低失业率，那就必须扩大经济生产规模，让劳工去做一些 AI 不能做的事情。这样的结果是又会增加资源消耗量。如果要达到气成长，就必须缩短工时。但如果缩短工时后，工作还是一样无聊狗屁，还是会让人感觉非人性化。马克思认为，劳动应该要让人感觉自我实现。要达到这点，就必须废除分工，因为分工让劳动变得碎裂，让人只能够发展一部分的能力，像是都市人在办公室工作，农人在田里工作，知识型工作的只会动脑，体力活工作的只会动手。所以马克思说，真正的共产社会里，一个人可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上读书批判，而不会受限于渔夫、猎人、哲学家这些分工。最后是气成长追求生产过程的民主化，可以让社会减速。资本主义之所以有效率，是因为老板只需要思考怎样可以赚更多钱。但如果转型为劳工合作社，一定会导致效率变慢，因为要讨论生产什么、如何生产，都需要民主沟通。但生产速度变慢，反而对地球有帮助，因为这样消耗资源的速度也会跟着慢下来。所以企业民主化不只可以停止对劳工的剥削，还可以减缓对自然的剥削。今天这支影片，我们介绍了什么是气成长共产主义。过去500年来，资本主义不断扩张帝国生活模式，向全球南方掠夺自然资源，再把环境破坏的负担都转嫁到这些国家，让先进国家的人们可以继续做经济成长的美梦，提出绿色新政，大量投资绿能产业，却看不见被隐形、被剥削的南方国家。要实现气候正义，我们就必须重建被资本主义夺走的公共财，用民主的劳工合作社取代资本企业，让社会达到真正的富裕。当我们把生活所需的事物都变成公共财，我们就不用每天工作的要死，只为了付下个月的房租、学贷、生活费，也就有更多空闲去开始我们想要的人生。你可能觉得这听起来太乌托邦，但是哈佛大学政治学者 Chenoweth 研究发现，人类历史上的各种变革其实都有个临界数值，只要有 3.5% 的人站出来，社会就会产生巨大变化。这些都不是理论，
而是已经在世界各地发生的现实。2020年，巴塞隆纳市民发起气候紧急宣言，由公民自主推动市政改革，集体重建水电、住宅各种被资本主义夺走的公共财。当今，当地已经有5万多人在劳工合作社里工作，坚持当地生产、当地消费，回馈给共同体成员。这项行动仿佛是在当代社会里重建古代农村的平等共同体。巴塞隆纳的改革行动也与全球南方国家结盟，串联到世界上77个城市，跟彼此分享对抗当地企业的行动策略与生态知识。西方社会开始向全球南方学习，我们正面临人类历史上重要的转捩点。全球许多城市都在思考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现在正是时候，台湾社会应该一同加入这波改革的浪潮，在极端气候让文明崩溃以前，转向气成长共产主义，实现全体国民的社会丰裕。留言加分享本集影片的脸书贴文，就可抽《人类世的资本论》一本。本集影片由频道会员赞助播出。